哎呦，这鱼怎么越杀越大呀？哎呦，什么东西绊老子？啊！来人呐！死人了！死人了！有死人了！见鬼！怎么都穿一样的衣服？哎呀，官爷，小的可什么都不知道啊！这宅子是小的半年前从别人手里买的，当时院子里地荒着，小的闲不住就种点菜，哪知道这下面还有死人呢！那卖家姓什么？叫什么？现住何处？小的什么都不知道，只知道啊，他姓姚，把这宅子卖了以后就去长安了。站住！不许过去！好好！行行好，可怜可怜吧！各位官爷，可怜，师傅，可怜可怜。那不是得了你金锭的王眼花子吗？他怎么还在这要饭？哎，别那么大声，他是叫花子不要饭做什么？他都已经从你那儿得到一锭金子了。那你衣食不缺，为什么要跑到长安来啊？为什么削尖了脑袋想进金吾卫？为什么呀？人嘛，总要找点事情做。哎呀，那可不一样。有什么不一样？唯一不一样的就是，他是所有西市叫花子里唯一一个真的盲人。什么？不信你来看。哎，行行好吧，你自己看仔细了啊。好吧，可怜可怜我这瞎子，行行好吧，行行。行行好，行行好，给我来口。行行好，可怜可怜我这瞎子吧。这些都是骗子啊！别瞎说，他们算不上骗子，他们又没害人。这些人显然都是一伙的，怎么会容得下那个真盲人呢？这就是江湖嘛，因为我和他们打了招呼的。啊？你认识他们啊？别大惊小怪的，有的时候啊，他们能帮大忙。哦，我明白了，师傅，这些假盲人就是你的真眼睛，对不对？别一口一个师傅叫得那么甜，你记住了啊，犯3次错我就逐你出师门。我没忘，师傅。现在干什么？哎，走吧走吧走吧，现在去丰乐坊呢，见识一下偷你项链的贼。师傅，那些贼你也认识？嗨，谈不上认识，我讨厌贼，只是互相知道而已。那为什么不把他们都抓起来呢？都抓起来，你说的容易啊，这样地盘就会空出来，游方的贼就会进来，他们在本地没有根，什么都偷，老百姓更遭殃。那别那了，你想在长安办案呢，就得从这些东西学起。通常呢，他们不会偷本地知根知底的人。是，那就是说专偷我这样的，对不对？谁让你胆大包天，顶了别人的名字，跑到长安来找乐子，小道姑？你怎么知道我顶了别人的名字？你瞎说！你有什么证据？证据吗？很简单啊，你的度牒上面说你6岁就父母双亡，被道观给收养了。可是你的行为举止一看就是从小在大户人家娇生惯养的，所以你肯定是因为婚配之事和令尊令堂闹了别扭，被他们送到道观里面修行收心，然后你就伺机偷了一个叫韦若昭的度牒跑来长安。小声点儿！我现在真的是韦若昭，只能是韦若昭了。玩够了就回去吧。我已经回不去了，现在。哎呀，这该怎么说呢？哎呦，现在我是在替2个人活，你知道吗？以后我再告诉你是怎么回事。我求求你了，师傅，现在你必须发誓，绝不说出去啊！是我可以发，
可是你应该好像已经过了相信发誓的年纪了吧？这，独孤先生，独孤先生，快，于大人有请。是不是又出案子了？于大人之前可能犯了个错，没想到死人了，你快去看看吧。那你先回去吧。啊，好，这。洛阳金吾卫衙门通报，在洛阳光仁坊一民宅里挖出3具少女的尸体。据查，这3人分别于去年正月初7、4月初7和7月初7走失。发现时，这3具尸体都穿着仪式的白色衣裙。哎，这案子好奇怪啊！独孤老弟，这件事呢，都怪我。啊，这洛阳的案子和你有什么关系啊？这长安同样也出了2桩少女走失案，让我给压了下来。我只当这类中等人家的年轻女子说是走失，其实呢，多半是逃家。少不得那些男女私情的风流事，过一阵儿弄出孩子，或者一拍两散，也就自己回来了。可没想到，哎呀，这2个多半也是性命不保了。哎，怎么见的？长安这2桩案子，一桩是发生在去年的10月初7，一桩呢是发生在今年的正月初7。这上面说，宅子的主人姓姚，于半年前卖了宅子迁往长安，时间正好对啊。那肯定是他干的了。这2家人要是闹起来，我可脱不了干系啊！现在说什么都不管用了，只有尽快破案。今天是初几啊？4月初1。4月，到初7，就又是3个月了。眼下首要之事是先阻止这个凶手继续杀人。怎么弄？要不用衙门的名义出张告示，通告全城？那样只怕你丢官更快。怎么？哎呀，大人，那样一来，上峰和那2家人不就都知道了？再说了，以衙门的名义，要是百姓恐慌起来，闹出事端，我们岂不要担干系？哎呦，对，哎，瞧我这脑子都急糊涂了。仲平老弟，你快想个办法啊！尊夫人很相信衍生驱鬼一类的法术，而且跟那些天师们也很熟。哎呀，怎么劝他都不听，还时常把那些装神弄鬼的骗子请到家里来搞，也不知花了多少冤枉钱。不算冤枉，不算冤枉啊！现下我要尊夫人在那些天师中再使些钱，让他们在城里传个消息，就说今春阳气不旺，狐仙会出来作乱，专摄少女精魂。须待本月之后方能太平。不显山不漏水的，让有闺女的人家愈加防备。哎呀，好办法，我这就去办。不过这可都得花自家的呀。你就跟尊夫人说，这是在帮你破案立功嘛，这些钱就跟给我是一个道理呀。再说当初他爹若不是当上了宰相，也挣不下这些钱。好吧。胖大人的老婆是宰相的千金。哎呦，怪不得他有钱，他怎么才混了个从六品？嗨，先帝家钱的，又已经过世，不当用了。不过呢，要是现下的，就于夫人那脾气，你还让不让我们大人活了？别嚼舌头了。洛阳的通告上有没有附图啊？那3具少女的尸体被发现时姿势如何？没有，只说尸首未全腐，3人通身一式白色衣裙。都穿白色衣裙，那我想的这招也不见得能阻止他呀，最多也就是给他添些麻烦，让他露点马脚。客官，您要的牛肉，请慢用。有事您叫我啊。我想出来就出来。我就知道你会来，
怎么见的？约我干嘛？你虽然讨厌我，可总是需要我。需要你什么？需要我指点你，当你不列名的师傅。我师傅要比你强100倍，谁要你指点？他是不是比我强，要比过才知道。就算他现在比我强，可你还是需要我。虽然他现在收下你做徒弟，不一样威胁你说随时可以把你轰走，不是吗？啊？那我该怎么办呢？你知道我的规矩，告诉我你们今天接的大案子。没有，今天什么案子都没有。洛阳的快马一到，于赞就把你师傅叫回去了，而且大街小巷所有的明案捕头也都回了衙门，一切迹象都表明，有值钱的大案子来了。洛阳进屋未通报。洛阳光人坊有户宅子，挖出了3具少女尸体，都是去年走失的。宅子主人半年前来到长安，长安便接连出了2桩少女走失案，且都发生在每隔3个月的初7日。洛阳初7，还有6天。天哪，这案子是专门为我准备的。哎，我怎么做才能让师傅彻底收下我，不轰我走？要是男女之事呢，我不懂，也不想懂。你要是有这份心，还是不要来问我。啊！除此之外呢，你想要一个人看重你，你不能只是说顺着他的意思做，或者苦苦哀求他，而是要让你对他有用。你有什么擅长的，他又看重的地方吗？啊？你别以为他留你下来是因为你苦苦哀求，或者答上他什么狗屁问题。他留你下来只可能是你对他有用，可能是因为你那过目不忘的本事，也许是因为他破案的时候需要个傻了吧唧的姑娘，又崇拜他和他说话。不过他破案并不靠这2点，他威胁你说随时会赶你走，是因为你对他还不够有用。再好好想想吧，啊？有什么是他特别需要，而他又没有的？如果你想不到的话，客官您来了，好说。哎，你就只能自认倒霉了。今儿来点什么呀？赵兄您说，3样。得嘞。你就那么肯定我会接受你的条件？因为你不会失去什么，对你来说只有好处，有便宜就占，你就是这号人。哎，我和独孤仲平是老朋友，而且已经共事多年。我又没让你把他赶走，你只是多了我作为另一个选择。有2个人争相为你破案，又不指望靠这些功劳升官，你还犹豫什么？况且，在收费方面，你在我这儿能得到2成的优惠。这个诱惑你抗拒不了，对吧，大人？就说洛阳这个案子，这公文里面说了什么？除了告诉你这个人姓姚，来了长安，还有什么？其实这里面就一句话：人到了长安，责任归你，跟他们没关系。你要想再知道什么，就得自己下公文，自己去查。初7是什么日子？你只有6天时间了。不过，你也知道，我在洛阳想要知道什么，想要查什么，可是易如反掌。有李捕头相助，我简直是求之不得呀！来，击个掌，互不相负。我们是做交易，不是结兄弟。
还击什么掌啊？哦，对了，请不要再叫我李捕头，我已经不是捕头了。哎，到了啊，就是这儿啊！空着也是空着，把你们的字画啊在这挂起来。酒客们来了，哎，哪位大爷要是看中了，把钱给我，我替你们收着。然后呢，每月一结，酒客要是不喜欢呢，我绝对不会占你们的便宜，到时候啊，你们可以拿回去。老板娘如此帮衬我们，还有什么说的？全听老板娘安排就是。没错，老板娘生意如此红火，肯定亏不了我们的。价钱呢，由老板娘来定好了。行，你们汉人风雅的玩意儿啊，我们康国人不懂。钱呢，我先替你们收着，你们先挂着吧啊。老板娘，哎，老板娘，你先看看我的。你看把他急的。这个好，这个好，这个酒客肯定喜欢。哎，还有呢？也请看看我的。啊，怎么样？这山水可真够寡淡的，怕是那些俗人呐不喜欢。老板娘，就拜托你尽量卖吧。我试试。哎，你看看今天长安大街上和平时有什么不一样？哼，又在考我啊？说说看嘛。好像没什么不一样，只是人比平日少了一些。就这些。哎呀，我是故意逗你啦，这我还看不出来吗？年轻漂亮的姑娘少了很多，要说有，也就属我了。还有呢？还有，不少人家门口挂了艾草。哎，不错呀，有进步。挂艾草是什么意思啊？这是关中的一种旧俗，老百姓们相信恶鬼邪神都怕艾草。哎，这有什么用啊？想不到长安人也相信这些。嗨，对老百姓没用，对我们有用啊！啊，就是说，于夫人已经通过那些天师把消息散发了出去，很多人家都开始有了防备。哎，而且啊，凶犯也会看到，也许他会明白我们是在针对他，那这样会不会更难抓了？哎，会的。不过他要是想继续作案的话，也就会更加的紧张，更焦急，也许就会犯错误。那要是凶犯从此收手不干了呢？每3个月的初期，从洛阳到长安，他已经连续干了5回。我还不清楚他到底想要干什么，只不过我可以肯定，他不会罢手。魏姑娘，这是长安全城的户籍，于大人说你要查看。好，放在这儿吧。不管有没有希望，我都要查查那个姓姚的。天哪，那你慢慢看吧。让您见笑了。怎么会见笑呢？这画多工整啊！行，挂在这儿，客人肯定喜欢，好卖。那我挂上。行，挂上挂上。哎，不，我问你啊，你怎么把我的涂鸦之作都给挂上了？我在想啊，哪天来几个像你一样怪里怪气的人买了去，这也是一笔收入啊。没人会要的，你别让我出丑了好不好？我这些玩意儿怎么和人家的比啊？说的太对了，不比你怎么知道自己吃几碗干饭啊？不一定啊。这位兄台的画我看到很有意思，非是俗人可解。兄台，我的东西上不了台面，让您见笑了。哎，快摘下来！干嘛？哎呦，我摘下来！不行，这是我特意从你房间里挑出来的，我说了算，你管不着。那这下我出丑出大了。不一定啊，美和丑往往都是自己心里有本账，别人心里另是一本账。好多人就是想不到这一节，被自己心中的标准绊住了，反而混得不好。兄台果然高见，哎，不过你的牡丹一定是个例外，我相信啊，一定人人喜欢啊。人人都喜欢，也不见得就是例外。他们看到的只是些美丽的花，
而我画的却是人，是世界，是生死爱恨。我的标准和他们不一样，只不过我会利用这一点罢了。好高傲的人啊！我没觉得他高傲啊。我懂了，你妒忌，你妒忌他比你有才华，你妒忌他长得比你帅。也许吧。这个，近日你们两家走失的姑娘有了些眉目。哎呀，真的太好了，太好了！不过有些情况还要向你们查问，你们要据实答话。是。他们平常都爱去些什么地方？他们平常都爱去些什么地方啊？回大人，我家姑娘平日里只在东西市那几个繁盛的街坊走走，从不去偏僻的地方。我家的也是。都爱去些什么铺子？他们都爱去些什么铺子？总是姑娘家喜欢的那些铺子嘛。没错，脂粉铺啊，绸缎庄啊，她身上若是有闲钱，总是会买些回来的。可曾到过茶楼酒馆？可曾到过茶楼酒馆？没有啊，他总是半日即回，从不在外吃饭。我家的也是，他不会到那些三教九流出没的地方，和那些粗俗汉子同坐同食的。行了，让他们走吧。好了，你们下去吧。等有了消息，我再知会你们。谢谢大人，杨张大人行了。谢谢大人了，谢谢大人，谢谢大人，谢谢。哎，你听了这么多，有什么收获？这两个姑娘没有生还的指望了。为什么？你说她们要是常去那些游乐胡混的地方不见了，还可能是被人贩子或者无赖给拐了。可是现在只在良善人家女子出没的地方走动，只怕正对那个凶犯的胃口。哦，你的意思是说，他们定是被那阴贼害了？于大人，师傅。哎，韦姑娘，韦姑娘，我让你查看长安户籍，可有什么收获？哎呀，真想不到，长安城姓姚的竟然有900多人呢。什么？你看完了全长安的户籍啊？对啊，就算是大海捞针，也要试上一试吧。你只一个下午就把户籍全都看过？对啊。我有没有别的本事？只想着这样做，也许能帮上你们。洛阳发来的行文上面说他姓姚，那未见得他就真的姓姚啊。就算他真的姓姚，他来长安入户的时候也有办法报假名的嘛。那些房证只要是得了钱是不会问的，也无从查。对不起，我没想到这些啊。不过呢，韦姑娘，你过目不忘的本事真令人惊叹呐。也许你可以试着换一个方式查一查。换个方式查？你可以专门查一查东西两市专卖女子衣服首饰的商户。还有什么干鲜果品啦、零食啦，总之凡是你这样年轻姑娘喜欢的都在其列。看一看哪家是这半年才入户或者开业的，这样范围就小了很多了。然后呢，我们再在这些商户中寻找有年龄20到30、长相英俊的青年男子。喂，这又是为什么？凡是这些专门勾引良家女子的，往往都用个年轻俊俏的小哥来做钩子，黑话叫做药婴。我马上去查。师傅，这件事是不是只有我才能做得了？这个是当然啦，若不是因为你有这个本领，我就算想到了这些，我也是束手无策呀。师傅啊，药婴的事，你怎么会知道的这么清楚？是不是你也做过药婴啊？
别紧张，我跟你开个玩笑。师傅，你读心的本事真的是非常厉害，我早晚都要学到手的。快走。老弟，谈案我不行，这人情嘛我还看得出。这丫头太鬼，小心把你的本事都学了去，你没饭吃。除非你和你胡说八道。哼。请。时间长了，这天也热了。案子既然行文发到了长安，衙门里就没人愿意管了，宾床也被撤走了，还说过2天就打发各自家里的给领回去呢。这3个人都是一家的？怎么可能？不是一家的。那怎么会穿一样的衣服，梳一样的头发？要不怎么说蹊跷呢？我怀疑啊，是凶手在杀他们之前把他们都扮成这样子了。身上可有伤？没有，都是活埋的，一点挣扎的痕迹也没有。还有更奇怪的，这3具尸体都没怎么腐烂，我就挨个查了一下，你猜怎么着？哎呦，这个个都是大姑娘身子。哦，这个我就看不懂了。你说这个大淫贼他要干什么呀？把他们弄了过来，又不碰他们一下，哎呦，我看不懂了。这事儿不要告诉别人。哎，放心，自然。哎，怎么样？查到了？没有，东七市卖这些东西的铺子，这半年新开业的只有20来家，居然没有一家户籍上有年轻男子。这是单子，我都抄了下来。你熬夜了？我心里急嘛。不过我在想，虽然户籍上没有，也不等于就真的没有。各家用的伙计就不用上户籍，我们可以一家家仔细的去查访，说不定会有什么收获呢。哎，来不及了，现在都初3了。再说了，这个凶犯不是伙计。为什么？洛阳的3具尸体都穿一样的白色衣裙，是要花钱的，伙计供不起，也没有地方藏人埋人。哦。那恐怕是最糟糕的情形了。最糟糕的？普通人，深居简出，来往的人很少，入户用假名，没有店铺买卖，最难找的一种人。还有，他也是一只药鹰。不是你说的吗？要勾引年轻姑娘，一定得有一只药鹰。他如果深居简出，多半没有同伙，一定他自己就是了。你很有进步吗？我说对了。真的啊？那我读心的方法对了。凶犯呢，每隔3个月连续5次得手，他一定还有一些绝活。哎，你也是小姑娘啊，你要怎样才会跟他走呢？只有一种可能了，如果他邀请我去冒险。冒险？对啊，而且会这样想的绝不止我一个。就像姐姐，她从小生活在道观，也渴望能出去冒险。她才是韦若昭。哎，干嘛？坐下来，把你的故事说来听听啊。我的故事啊？跟你的交换啊？你为什么这么会读心？为什么只在14月出园的时候在屋顶弹琴呢？为什么逼碧莲姐改行开酒店？为什么缩在于大人后面探案？
挣了钱呢又不留，你干这行之前到底是干什么的？你都还没有跟我说呢。你想一换四啊？现在我让你讲你的故事给我听，那是帮我破案，你可以不帮忙啊。不过这样4天之后，又有一个花季少女会深埋冰冷的地下，你于心何忍呢？好吧，从前有一个姑娘叫陈玉珠，她爹妈逼她嫁给表哥，她不同意，他们就送她去了上阳观，打算让她在那儿反省，一直到出嫁的时候。哎呀，仙姑，这回要麻烦您了。陈大人，您客气了。您是本观的大施主，这点小事何足挂齿啊。玉珠这孩子从小被我们惯坏了，还请仙姑从严管教。若是不听话，请任打任骂，我们都无怨言呐。陈大人，您言重了。别的事不敢说，这管教女孩子嘛，我还是有些手段的。好。那就有劳仙姑了。玉珠，还不快来见过住持？啊！这孩子，好没规矩！我告诉你，你不要痴心妄想了。和你表兄成亲前，哪儿都不许去，就待在这里，凡事都听仙姑安排。玄清，弟子在。以后玉珠姑娘在本观修行期间就跟着你吧，你要多照应她。是。我的俗名叫韦若昭，你叫不惯道号，私下里可以叫我的俗名。你这烟熏妆画的还不错，就是颧骨上的那一块打得太高了。你是鹅蛋脸，本就好看，那块红晕提得太高，反倒冲折了。哎，整日素面朝天的小道姑，夜动妆容，切！你把峨眉扫得那样重，其实是嫌自己的眼睛不够大。可这样一来，眉毛又有点偏阳刚了，只怕你每日里也要为此苦恼呢。那有什么办法？其实，你只需将红云降下来，眉毛自然可扫得轻一些。眼睛嘛，勾个蝴蝶线就正好。哎，我的镜子呢？啊，哪儿去了？啊，太过分了，什么都拿走了。哎呀，我该怎么办？给，你可别说出去。好吧。你呀，你藏这种东西，住持也不管你吗？那个，你说纪元住持吗？当然不能让他知道了。来嘛，人家是白天画晚上谢，我不过是晚上画白天谢罢了。好了，好啦，看吧。真的很漂亮啊！哎，这个就是我想要的。姐姐，你也很漂亮，上了妆一定会好看的。
我不过是自己画给自己看罢了。听我劝，你既然来了，不如先穿上这身敷衍敷衍他们，等到日后再慢慢想办法。好吧，我听你的。师傅，醒了，师傅他醒了，是醒了，他醒了。别起来，快躺下。师傅，你们都回去吧，我没事了。柳大夫给你新配的药，你有没有按时服啊？我服了。师傅你放心，过一会儿就没事了，你回去吧啊。这儿有玉珠在就行。啊，对，我在这儿，我在这儿。好吧，晚课你就不用来了，你好好歇歇吧。啊，那你好好休息歇歇吧。啊，我们一会儿再来看你啊。走了啊。东西藏好了吗？东西，你没事吧？哎呀，吓死我了！真的吓死我了！哎呦，我得了血热之症，经常会这样，过一会儿就没事了。你说什么？血热症？那不是会……没关系，我活不了多久了。什么？傻妹妹，你哭什么？你又不认识我。这不认识了。好了，好了。他呢，是我姑姑的儿子，从小我就认识他。来，一起上学，一起玩。他字没我写得好，诗也没我写得好，马没我骑得好，就连双陆棋都下不过我。哦，对了，他还拖着鼻涕，小时候就拖，现在20岁了还拖。你笑什么？真的，我说的是真的。那个黄色的鼻涕啊，就这样，就挂在这儿，挂在这儿。哦，哎呦，哎，居然让我嫁给他，他们真是昏了头了。我一想到这些就想吐。哎，你说，要是你会怎么办啊？要是我，就从这山上捉一只猴子来，然后给它蒙上盖头。等到入洞房的时候，放到你表哥身边，等你表哥一揭盖头，怎么样？太有意思了，太有意思了！哎，这个办法好，到时候再放一股烟，我那个傻表哥一定会以为那个猴子就是我变的。怎么了？还是猴子比我好。他们能在山里自由自在的来去啊，想到哪儿呢就到哪儿，想吃什么就吃什么，那多好啊！好啦，我们不说这个了，你跟我说说，城里好不好玩啊？城里，那当然好玩了，有一个地方能看到好多俊俏的公子。真的？那你带我去吧。可住持让我们出来采药的，回去怎么交代呢？这个你不用管，我自有办法。真的？走。好，哎，可我们穿这身太难看了。你看，
这个。怎么样了？你是怎么想到的？我以前也经常借上山采药的机会溜出来玩，就是不敢去人太多的地方。走，好，走。来，谢谢。哎，你看对面那里是周学馆，一会儿明经科的学生们就要散学了，他们都从门口出来。真的？有没有俊俏的？好几个呢。哎，你看，出来了。哎，今天这个你学会了吗？我还是有点不明白啊。哎，跟他们开个玩笑吧。怎么开啊？你说咱们大唐姓什么的最多？最多，国姓吧，李。好啊，就是李。来起来啊！好，来了。李兰。哎，哪儿喊的？哪儿呢？小姐，你是在喊我吗？没有啊。哪个喊你？听错了吧？奇怪。怎么样？过去了吗？哎，今天咱们去哪儿？李兰，是我呀！哎，那你一定是在喊我吧，姑娘？怎么会？我又不认识你，我怎么会喊你？哎，奇了怪了，走吧。你快说说，你觉得哪个最俊？说不好，前一个吧。太矮了。哎，你觉得他旁边高个子的怎么样？你喜欢高的？哎呀，其实我也不是喜欢他们，我是想成为他们中的一个，上学放学有事情做，有一大群朋友。我想成为你，如果有来生的话。师傅，我们去哪儿啊？哎，到了你就知道了。我还没讲完呢。以后还有时间听，现在我们要抓紧时间了。抓紧时间。我要做个实验。那我说的没有用吗？有用啊，至少我现在知道我该说什么了。和谁说啊？跟你说呀。我？哎，到了，就这里吧。这儿呢是西市最繁华的大街。你努力设想一下，现在有一个相貌英俊的青年男子走到你的身边，举止很斯文，他想跟你搭话。所以，我们来模仿一下凶犯勾的那些受害的姑娘。不错，你相信了他，他说的那些好玩、有趣，甚至冒险的事情，你很感兴趣，所以你就跟着他走了，因为你已经完全的沉浸在了这种兴趣之中。但是走的时间长了，还没有到那个地方，这个时候你就一下子从那个兴趣里面掉出来，感觉到害怕，毕竟他是陌生男人。于是你就会说：“我不去了。”没错，现在我想知道他从这里能走多远，什么时候女孩子会跟他说不？等等，这是搞什么啊？哎，师傅，我认识你吗？啊，把我的眼睛蒙上，这样才会准啊！来，哎，好吧，那我们开始了啊。哎，姑娘，我看你在这里闲逛也挺无聊的吧？谁说的？你看你手里没东西，说明什么都没买。可你的鞋上落了不少土，说明你已经逛了很长时间。不过幸好脸蛋上还没有灰。这能说明什么？这说明你是一个既漂亮又贪玩的女孩子。算你不傻。不过我猜你的胆子很小，就算有好玩的地方，你也不敢去。谁说的？我胆子才不小呢。你说的那个好玩的地方在哪儿啊？
离这儿不远，我有一个朋友，他家里养了一只猴子，会唱歌的，啊，还是从天竺来的呢，可稀罕了。哎，那猴子的名字是不是叫小乖啊？你想叫它小乖，那就叫小乖吧。这只猴子呢，我的朋友不轻易给别人看的，好多人上门去求他，他都不肯呢。只不过呢，我每次去，他就肯放出来，让猴子给我唱歌，可好听了。现在我要去看猴子，告辞了。哦，哎，等等，你能不能也带我去瞧瞧？嘿，你跟我素昧平生，你不怕吗？我不怕的。那好吧，我带你去看看吧。那他家在哪个房啊？哎，就在不远了，走吧。啊，我们可以走快一点啊，你只要记住你自己心里的那种感觉就可以了。哦，我心里有点紧张，想说话。说吧。那猴子会唱什么歌啊？说来稀奇啊，虽然那只猴子来自天竺，可它会唱很多大唐的歌。哎，那它会说大唐话呀？可不。哎，你朋友家有多少人呢？啊，可多呢。对了，他还有一个小妹妹，跟你差不多大。待会儿让他的小妹妹陪你一起玩玩。啊，好的好的。来这边。啊。哎，好了，就到这儿了。你害怕了？我算是吧，我也不知道，如果碰上的是你，会不会再走一段？那我算嘴笨的，你嘛算胆子大的。我们两个走了，已经够远了。也就是说啊，我们从西市的中心到这里，画一个圈儿。那最远也就是这个范围，东市也一样。凶犯一定会藏在这2个圈儿之内。因为这是他能在闹市拐到人，再把受害者安全的弄到家最远的距离了。他的家应该是这样的，没有开买卖，也没有店铺，也许他家里面真的有些稀奇的玩意儿。稀奇的玩意儿？这就是你的故事给我的提示。年轻女孩子身上最致命的弱点就是好奇心，除了英俊倜傥、能言善辩，凶犯一定会用稀奇的玩意儿勾起女孩子的好奇心，这就是他拐人的绝活。哦，你说的有道理，有道理。要是让我遇上了，恐怕也会照他的道的。这么一来，范围就小多了。马上在东西2市这2个圈里查这样的院子。好的，好的。师傅啊，我看呢，你的嘴一点也不笨，真是当药鹰的好材料啊！哎呀，放开我，干活了！哎，师傅，我看不见了。姑娘，一人在此闲逛，其实也很无聊吧？谁说的？别闹了！李爷，哎呀，李爷，李爷回来了！李爷，这些日子老没见着您了。是啊，小的们怪想的。真是。这宅子里出了人命案，都知道了吧？可别提了，哪个不知道啊？挖出3个天仙市的大姑娘，可惜了，是怪可惜的呀。早知是个死，还不如让我们兄弟们好好疼疼他们呢，是不是？对，就是。瞧你们那点出息，以前住着那个姓姚的有谁认识？是什么底细？不瞒您说，我们都没怎么见过他。这宅子总是关着门，我们以为那人呐是个什么修什么邪术的怪人，想不到是在里面和这些美人逍遥快活。这也难怪，要是我等有了这等福分，我也不出门了。少废话！从现在开始，给我盯着这宅子啊！
不管有什么人来过或者风吹草动，都给我把他底细摸清楚。哎呀，李爷，您放心，保证一只麻雀也逃不过我们几个的眼睛。就是啊，李爷。接着，哎呦，知道哪儿找我吗？知道。干活吧。这不是牡丹花吗？竟然有香味儿！我家种的可不是一般的牡丹，香味儿算什么？比这更奇更美的还有许多呢。那你能不能带我去你家瞧瞧？姑娘肯赏光，自然是好的。不过你我素昧平生，如此冒昧相邀，怕唐突了些。那有什么？你这个人看起来又不像是坏人。姑娘好眼力，那我们走吧。我告诉你们啊，都把眼睛给我瞪大点儿！街上发现长得像淫贼的，就给我先抓起来！好，今天我还有事，改日再请姑娘赏花吧。什么意思嘛？哎，去！我家园子向来由万年县的花户打理，哪用得着你们？少在这纠缠，快滚！哎呀，你家有花园就了不起了？哎呀，真是狗眼看人低呀！财主家的下人就这么牛气啊？等我回去穿上金无畏的官衣，我看我不吓死你们！去！你要穿金无畏那身皮去查访，走不了3家，全城都知道了。哎，好歹我们也看了园子了。哎，走吧，去下一户。哎，这家也太欺负人了。那楚人坊的就看完了。哎呀，走这边，穿过平康坊，我们去宣阳坊啊。走吧。为什么平康坊不用查？哎，你明知故问呢。平康坊都是妓馆嘛，凶犯的目标都是良家少女。喂，他要是住在平康坊，谁敢去啊？对吧？哦，听说平康坊里美人比天上的星星还多，你什么时候带我去见识见识？哎，你要是够胆，自己去就可以了，干嘛拉上我呀？真是！哎呀，我对那个地方又不熟悉，总得找个人领着。师傅，你一定去过吧？这师傅，你怎么啦？嘴怎么突然笨起来了啊？哎呀，你一个小姑娘家，你问那么多事干嘛？你真是！哎，这边，师傅错了，这边。哎，你都害我走错了。哎，那不是韩捕头吗？是吧？哎，韩捕头。哎呦！哎呀，惨了！于大人又自作聪明了。哎呀！哎，韩捕头，你的脸怎么了？嗨，别提了。于大人让我们在街上搜罗搜罗，再去平康坊转转，看看这个淫贼会不会露出行迹。没成想，淫贼没见着，正碰上薛长史在倚红馆找乐子。我知道了，你们撞破了他的好事，所以挨了打。喂，你们就穿着这一身去平康坊？是啊。然后在大街上还有妓馆里面吆五喝六的抓拐骗良家少女的淫贼啊！不是啊。哎呀，你这糊涂！我听你们说，那凶犯也可能不在正经商户之列，就想他本是个淫贼，这几日呢，城里有闺女的人家都守护得紧，也许他就会去平康坊，所以你这就是最愚蠢的以己夺人。凶犯每3个月就会拐一个良家少女，是良家少女啊！什么叫良家少女啊？都快干了2年了，加害之前还要给他们梳妆更衣，就算是个淫贼，也一定是个极度怪癖的人。
怎么可能会对平康坊的烟花女子感兴趣呢？对，我真不知道你的胖脑袋里都在想什么。我不也是着急吗？你看看，离除夕只差4天了，这一来不但没收获，还得罪了长史大人，我也够倒霉的了。于大人，于大人，听说城里出现了一个专管少女的大淫魔，老百姓都争相把自家闺女往城外送。你怎么知道？您出去看看就知道了。哦，越来越不安全。怎么会这样啊？这长安人怎么说风就是雨啊？哎，百姓无知啊！身在闹市，凶犯还会有所顾忌，这样把闺女往城外送，荒郊僻壤一个不留神，凶犯岂不是下手更方便了？老弟，都怪我，都怪我。那你说眼下该怎么办呢？哎，这么一来，我们悄悄查访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。哎，魏姑娘，麻烦你把我们圈定的那2个范围告诉韩捕头，索性呢就让他大张旗鼓的搞。哎，我去。看运气吧。喂，那我现在干什么？哼！小鸟是干净的，小树是干净的，院墙也是干净的。这个小妞啊，从早晨就来了，只绕着这个宅子转，嘴里还嘀嘀咕咕的，根本听不见说什么。是我们哥几个上去试着兜搭了几回，她根本不理，好像这姑娘脑子不太清楚吧。不过我听见她说什么姚公子，对，姚公子，他在这儿转悠多久了？总有1个时辰了吧？你的座位摆在哪儿啊？是不是？你们在这儿别动，挨着绿萼？我过去。哦，还是，在哪儿啊？我想想，是摆在哪儿呢？姑娘，别来无恙啊！有样，学样。学得好啊！姑娘，你家公子可是姓姚的？我家公子？啊，不，小鸟是干净的，小树是干净的，院墙也是干净的。花泥和石头。姑娘，我和姚公子是老相识了，你是不是要寻他呀？你认识姚公子啊？仙子在哪儿，公子就在哪儿。仙子？什么仙子？仙子？那你可知道公子和仙子一块去了哪儿？他们去了哪儿？相见时难别亦难。东风无力，是李太白的事。百花残。仙子和公子去了哪儿呢？小鸟是干净的，小树也是干净的，院墙也是干净的，就连花泥石头被雨淋过之后也都是干净的。世上只有一个人不干净我怎么不知道？我知道有一个人不干净姚公子，是姚公子您的座位摆好了，就让我跪在您的旁边伺候您好了。见鬼！这什么混蛋！这女人一旦爱上了他，不是死就是疯啊！哎，你们弄个麻袋，把它装起来。走，哎，快去走。这。快，这家有院子！哎，开门！快点开门！我们开门有喘气的。你瞎呀！这门少说，也有好几年没进过人了。那儿，去那边看看。走。各位捕头，走好不送了。
仙子，你又恢复了，有了这香气，你才是我的仙子，我的女王。在这儿的，这样才对。我记得，我什么都记得。听见，一切跟你走的时候一模一样。这样，你回来的时候，就不会找不到家了。城北。师傅啊，师傅，韩捕头他们把这2片都搜遍了，没什么收获。哼，不出我意料，他们这么明打明的搜，对方有太多的方法遮掩了，不在家啦，或者是由别人出面打掩护了。哎，我们呢得另想办法。师傅，我在想，我们在算着日子过，那凶犯也是啊。他如果一定要在预定的初7杀人，也没几天了，那他就一定会和我们一样着急。没错，而且现在全城的百姓都把闺女往城外、往乡下送。虽然说呢，他动手更方便，可是也有一大弊端。什么？挑人不容易了。哎呀，他很讲究的，之前弄的可都是中上之家的。他不为了绑票求财，为什么呀？那只能是因为这些人家的姑娘相貌气质好。哎，他还要给他们提供衣服，还有梳头，寻常的小家碧玉，他肯定看不上。还有谈吐。他既然靠花言巧语管人，那太俗太傻的人，恐怕他也看不上吧。就算比我差，也不能差得太多，怎么也得是中上等的。哎呀，那他要是碰到你，一番试探之后又没选中你，怎么办啊？哎，师傅，你也太看不起人了！我怎么了？我怎么了？哎，再怎么说，我也是你的徒弟啊。他要是看不上我，你脸上也没什么光。我可真没听说过还有以让杀人凶手选中为荣的。哎，你还是赶快想一想，如今大量姑娘去了城外，那他挑人去哪里啊？那就是城外年轻姑娘容易扎堆儿的地方哦，在那儿他才有的挑啊。哎，没错。那城外有什么地方是你爱去的呢？鬼市。他要的是良家少女。我就是良家少女，我也喜欢去鬼市啊。你太特殊了，不好跟别人比。我觉得你还是去查一查，长安城外四面都算啊，有什么地方是年轻漂亮的姑娘爱去的，就30里之内吧。天一亮你就回来告诉我。好吧。老马，哟，客爷，您这点什么药啊？
不抓药，卖药。啊？哼，上好的人参你收不收？您是做药材生意的？哦，啊，拿出来看看。嗯。您这是，这是人参？是啊，东家说是。什么东家呀？做过药材生意吗？你这差太远了。那你说这是什么？这明明是一节牡丹根嘛，还是跨了年枯死了的。要是牡丹刚落季，接下来熟治好了还有人收。您这个出门右拐，垃圾堆扔了算了。哼，有劳了。查的怎么样？哎呀，吓死我了！长安城外30里之内没有什么大的集市，有几处庄园别墅，不是皇上的，就是那些大官的，寻常人不准靠近。我实在想不出有什么年轻姑娘喜欢去的地方了。肯定有啊！你怎么查的？我又不是长安人啊，这种地方那些文档里也没有写。我只好去问碧莲姐手下的那些女孩，她们说的那几个地方，我估摸着我自己都不想去，就回来了。我知道我做的不好，你早晚把我轰走。哎呀，我什么时候说我要轰你了？你又吃冰了？那不是你说的吗？只要犯3次错，就不要我了。哎，算了，这次我又没说你犯错。我们一起去楼下跟他们聊聊那些女人爱去的地方。哎，我也不了解。我让你去查，是因为我看中你，我想栽培你嘛。我知道，我也着急。青云山庄吧，那里怎么也得算一处。他家的葡萄酒可好喝了，真的啊，比咱们店里的还要强些呢。酒楼食铺不能算啊。大唐的女子到底比你们脸皮薄一些，就算在城里，若没有家里男人陪着，也不好意思到酒楼里坐下来呼酒叫菜。再说了，葡萄酒，那还是你们胡人更爱喝一些嘛。哈，那让俏俏说，他是你们大唐人，而且来长安的年头也不短了。啊，对了，哎，那个刚才韦姑娘过来问，我也想了，只记得出开远门不远，那儿有个庄子，专门是做这个烟花爆竹的。每逢5逢10的晚上啊，都要燃放自家做的。我以前在别家做事的时候啊，跟东家去看过几回呢。晚上啊，那恐怕不太合适啊。哎呦，我说独孤先生，你打听这年轻姑娘喜欢去的地方干什么？要是想相个合适的，我们这里这么多，还不够你挑吗？哎，不，公干啊！我是帮于大人打听的。哎呀，哎，你们几个在这干什么呢？啊，偷懒吗？哎呀，干活去啊！不是，我们在打听，城外哪里有年轻姑娘喜欢去的地方。对呀，老板娘回来了，你们还是问问她吧。哎呀，你们几个别在这闲了呀，快去！哦，碧莲姐，跟你打听一下，你知道城外哪里是年轻姑娘喜欢去的好玩的地方？要说好玩的地方，那怎么说也是城里的多呀。喂，牡丹花季到了，今天4月初4，你忘了？每年这个日子我都要去买牡丹花的。哎，你这盆哪儿买的？还能是哪儿啊？就是街角的赵四家。其实他家的牡丹啊也就一般，这不店里忙嘛，要不然我还真想到曲江池的牡丹赛会上去看看呢。牡丹赛会是几号？你没听说过？就是今天啊。啊，今天？
城外的牡丹赛会。是啊。我怎么能把这事给忘了呢？哎，怎么回事啊？哎，碧莲姐，太谢谢你了，谢谢。见鬼！香哥，真漂亮啊！这花真漂亮，这朵，这个颜色真漂亮。这颜色也是特别的，好看。哎，小姐，你看，高仙琼高师傅的火烧云多漂亮啊！今年一定还是高师傅拿状元。高仙琼的花自然是极好的，可惜这花倒有些像这长安城，大则大矣，浓则浓矣，就是少了一些灵动之气。小姐，你在说什么呀？我怎么不懂？您今年这火烧云还有没有啊？如果哎，我一高师傅来了，我们去求求他，看有没有他不要的，赏我们一盆。要去你去，我在这里随便看看。这么好看的花，怎么没名字呢？未逢有缘人，何必露真名？有缘不敢当，只是这花倒是极得我心的。哦，小姐不去捧那名动长安的火烧云，倒会喜欢这寡淡清冷的花色。依我看，这寡淡清冷的碧色牡丹，却艳过那漫天红云。哈，那就请姑娘说说这花如何艳法。世人只知花红叶绿好看，就算脱了红的底子，种花也要千方百计求那亮艳之色，却唯恐一个绿字，无非是怕花叶相间，人我不分了。可是这花却险中求胜，碧色含绿，和这绿色的叶子靠而不混，相得益彰。想来这花主求的是于极素净处反得浓艳，而且这等含绿的花色必定是极难培养的，珍贵得很。可惜着世中人未必会识得。得千万人时，何如得一知音？小姐真是个懂花的人。这花是你种的？正是。瑶莲，真想不到。想不到，我不像个粗手粗脚的花户。不是，公子的人倒和这花像得很呢。不敢当，绿萼确实费了我不少心思。不过要说容色，舍下还颇有几株让绿萼不敢独美的野花闲草。那能不能让我？各位长安父老，今日牡丹赛会，幸得各位捧场，下官望待参赛花户，在这里一并。若能蒙小姐这等知花之人光临品鉴，寒舍自是蓬荜生辉了。啊，小姐今日若有闲暇，院外有我自用的一辆简陋马车，不知小姐可否承得？现在放榜了，你要走吗？兴许你还能得个状元。虽说百姓不识，可是这品官之中，多少应该也会有几个识货的吧。伯牙失了子期，就摔了交尾鸣禽。今日我既得遇小姐这样的知音，还在乎什么状元不状元呢？也好，那带我去嘱咐瑟瑟一声。大家安静了，安静了。一甲头名花国状元火烧云花户高仙琼，一甲第二名花国榜眼紫气东来，花户何亮。瑟瑟，来。瑟瑟，我刚才碰见姨妈和表哥了，
他们请我过去玩玩。你坐我们的车回去，不必声张。进街前他们会把我送回来。小姐，老爷可没说能去别的地方。你就知道替老爷看着我。我是去姨妈家，又不是去别的地方。我和表哥的事都已经定了，还有什么关系啊？那好吧，我走了。好了，我们走吧。这些人果然是有眼无珠，居然没有评你做状元。烈恶若是得了状元，只怕我家里那些花儿还不答应呢。请吧。一甲第7名，雪中踏梅，花户赵青。一甲第8名，翡翠玲珑，花户王勇。师傅，我们怎么找啊？是不是只要盯住漂亮的姑娘就可以了？不，守住出口，青年男女成双的都要盯。那要是人家本来就是一家的，或者早就相识了怎么办？哎呀，仔细看嘛，在这里。闪开！闪开！都给我把住了啊！一个不许放走！快点，快点！一甲第11名，花蝴蝶。我们是右京无卫的，奉右节使于大人的命令，在此缉拿要犯。今天所有的参赛花户，这怎么回事啊？韩捕头又来搅局，留下问话。您搞错了。看来这于大人是得了高人指点。所有的参赛花户，一个不许走，都跟我回衙门答话。我等在此举行牡丹赛会，是经过京兆府准许的呀。大人，您一定是搞错了。还愣着干什么？赶紧的！废话，这所有的花户给我拿下，在这儿压着。百姓们在这儿登记姓名，再回家。快！我犯了什么事了？你们抓我呀！我们怎么办？于大人为什么只抓花户啊？凶犯要是看花的呢？场子都被他惊了，走吧。哎呀！姚公子，我保证不会把你这好地方告诉任何人的。你快把这帕子给我摘下来吧。崔小姐误会了，我是担心那花卉上的凡俗花色迷花了小姐的眼睛，待到进了我的园子，反而不变五色，赏不了花了。这才让崔小姐你蒙上这帕子，也好让眼睛歇息一下。原来是这样，那你家园子何时能到？这就到了。到了。哎，等等。这是个香囊，请崔小姐挂在身上，方可进园赏花。这又是为何啊？哈，我所用的花肥有一些异味，挂了这香囊就不至于冲了小姐的雅兴了。这朵是纯酱紫的，总比那紫气东来要纯些。想不到公子能种出这么大的花来。我还担心崔小姐会嫌这花像长安城大而无当的。不会，不会，你家这大花大的很是妥当。这黄色的是金元帅吗？啊不，这么俗气的名字怎么配得上他呢？这比那金元帅强上1000倍，我从来没有见过牡丹能够开出这等黄色。牡丹花黄，最忌浮夸，又不应失了黄色的热闹。这一株确实也费了我不少心思。奇花出污泥，诗心引浊世。花守住花魂不易，
人又何尝不是如此呢？我这满园的芳菲，其实也不过是寂寞的开，寂寞的落罢了。姚公子，就算整个长安的繁华都是一种寂寞，也有一个人想去懂，愿意懂。人生得一知己足矣，这话我原是不信的。不过今日我遇见崔小姐，只怕我自知愚钝，唐突了公子。喂，独孤老弟，事出紧急，我正要和你通消息，想不到你先摸到牡丹赛会上去了。既然于大人得到了高人指点，我就不在这碍事儿了啊。走。你可千万别这么说，这许多花户我哪问得明白，少不了还得你老弟指点一下。于大人，你不由分说的就把肠子给搅了，要是凶犯混在那些看花的人里跑了，怎么办呢？可惜这个凶犯定是个花户，所以嘛，他就算再神通广大，现在也只能在大人牢里哀叹自己时运不济。独孤兄，要不要留下来听我如何三问两问就把他给捉住，也好让你那颗为长安美女担忧的心放回肚子里。喂，你凭什么肯定他是一个花户？因为我找到了铁证，而且已经呈给于大人了。是这样的，秀一老弟在洛阳那个凶犯的旧宅里找到了这个。这是什么？这是一节去年的牡丹根，他前来长安时把园里种的东西也都挖走了，想不到竟是牡丹花，所以他必定是种牡丹花的花户。其实这一点都不奇怪，女人是什么？女人不就是花吗？她整天对着这些花花草草淫心大动，所以才犯下这个案子。师傅，你看。看看，李兄果然机敏过人。这桩案子牵动长安、洛阳两地，李兄原在洛阳行走，案子交给你办，当然妥当了。我们又怎么好再插一杠子呢？于大人，我们走了。走。不，师傅。于大人，牡丹赛会，凡长安花户是绝对不会错过的。我断定那个凶犯一定在他们当中，只要细细盘问，一定会让他现出原形。你还等什么？勘破此案就在今天。话虽如此，可这人他……你是担心如何问得出？有我在，这又何难？来，大人请归位。参见大人。你等都姓什么叫什么？挨个报上来。小的花农高先琼，小的花农贾二，小的花户何亮，小的花户曹六，小的花户李四，小的花户李海英，小的花户赵三斗。第二个、第六个、第七个都有洛阳口音，让他们报上住址，派人去抄。尤其是家中花田，要挖地3尺。第二个、第六个、第七个，把你们的地址统统报上来。请。崔小姐觉得这牡丹酒如何？好喝，想不到牡丹也能入酒。这牡丹酒是用今年的新花瓣和早上花叶上结的露水酿制而成的。我从来没请别人喝过，不过今日得识崔小姐这等懂花爱花的人，就算是酒逢知己了，自当破例。多谢公子抬爱，请。请。
这牡丹酒的制法，原来我也没有想到，这还是拜一位仙子所赐呢。仙子？是花国的仙子。你我且饮此酒，若是有缘，仙子也许会赐见一面。若是从前，仙佛的事，我本是不信的。可是今日，赏了这奇花，饮了这奇酒，又得识了公子这样的奇人，真是由不得我不信了。遇见仙子，先要静心。不如我再献上一首奇曲，请崔小姐鉴赏下，看是否有洗尘收心之意。公子还通音律？略知一二罢了。快跟上，快点儿！是这儿吗？是。走。崔小姐，见笑了。我觉得好像是在做梦。若是梦里寻的心绪安稳，做做梦又何妨？公子，我觉得这曲子简直不是凡间应有的，倒像是仙人所听的。崔小姐真是瑶莲的知音呢。这曲子也是我的仙子传下来的。仙子，这曲，这花，这酒，还有这人，今日见了一回，就是死了也无憾了。天色已晚，我还是送崔小姐回去吧。不，公子，再让我留一会儿吧。若是公子不见怪的话。怎么会？我只是怕小姐家里这半天不见人，怕是要着急呢。不会的，我跟他们说了，我去了表哥家。可是我表哥又怎么能比得上公子呢？夜尽路重，我扶小姐进屋去吧。小姐，你醉了吗？只愿长醉，不愿醒。姚公子，
居然是个行不更名、坐不改姓的凶犯。